什么动物啊？这是？别走神儿，别走神儿。是女鬼觅哀乐，谁人愿爱妻礼鬼新娘？陪伴女鬼，深宵偷拜月光。Hello， 大家好，我係藍浩大家好，歡迎收看林鶴說。那麼今天呢，我來到了廣州的一個叫荔灣廣場的地方。那麼這個荔灣廣場呢，它隱藏着很多的都市傳說。那麼有很多廣東的朋友就知道了，說荔灣廣場呢，在短短的幾十年還是十幾年在這個反正在這個年份吧，它發生了很多起自殺的案件。然後呢，這兒也被譽為廣州的自殺聖地。那麼今天呢，我林鶴一個既愛探索未知，又是傳統與現代相結合的這麼一個風水師、番禺師，帶大家來到了這個荔灣廣場，來給大家講講為什麼這麼多年這個荔灣廣場產生了這麼多的興衰呢？那為什麼這個荔灣廣場又出現了很多不為人知的都市傳說呢？那麼今天我就來帶大家看一看，給大家講一講乾貨。位於廣州下九路步行街的荔灣廣場，建成於1996年，由北塔和南塔兩部分構成，總面積超過4萬平方米。南北塔之間的連接處是一個圓形的露天廣場，一層圍繞着出口服裝小商鋪。廣場的主體部分是商場，其餘部分則分為8幢樓宇，分別以富、裕、興、隆、豐和泰景作為命名，每棟樓都有3梯8戶的佈局。而且呢，在荔灣廣場的建造初期，它存在着一個拆遷的問題。那這個拆遷呢，就是把周邊的居民去騰退，然後把這個廣場建造起來。但是在拆遷的過程當中呢，產生了一些小插曲，就是強拆的問題。那有些居民不願意走然後強拆隊就進來強拆，然後不小心引發了火災，導致了20多個人在這塊產生了傷亡。那又有一個都市傳說，我今天給大家帶來。那這個荔灣廣場的布局呢，好多人說也叫八關鎮邪術八關鎮邪術。那這個中間的這個水聚天心，那水聚天心是什麼呢？是利人丁利財運的這麼一個布局。但是呢，我不知道他為什麼要做這麼一個手筆我不知道他的這個風水師是不是有問題，他給布錯了。他現在布成了叫水破天心。那水聚天心和水破天心有什麼不同的區別呢？其實最本質的區別多餘的不講講一講本質。本質的區別呢，就是在於水聚天心是這一灘水是低於地面的然後周邊四周環繞，對吧？但是水破天心呢，講的就是這個池子它是高於地面的。所以曾經呢，在這一片原池據傳說我的廣州朋友的傳說，原來它是有水的，而且呢還是時不時的有噴泉的。那這個噴泉還有它的水是高於地面的，並且噴泉噴得很高，直接形成了水破天心。那水聚天心剛才說了是利人丁利財運的聚人氣的。但水破天心呢雖然也有聚財之功效吧，但是它會出現這種傷亡傷丁。那麼現在呢，我們就到了荔灣廣場的內部了。那內部呢，有很多做珠寶生意的商販當然了，我看他們的生意應該還可以吧應該還可以。先說優點首先呢它是做了一個收氣局。那麼它收過來的氣，這個廣場內部它怎麼能把它消耗掉呢？氣從這邊走進來，然後到了後面的位置，它就做了一個下沉式的這麼一個廣場。那麼這樣的話呢，它就相當於是把氣給它收掉了所以這塊是一個優點。那麼就證明呢，這塊還是可以去部分商販是可以賺到錢的。但是它在門口還有一個致命的問題。那是什麼致命的問題呢？鏡頭來看一下這邊，它上面有很多的
交叉状的这些电梯，它好像形如剪刀啊。那形如剪刀的话呢，就对每一个进入荔湾广场的人形成了剪刀煞。那众所周知，剪刀煞呢，它是一个应流血、伤灾、伤丁啊，还有一些血光之灾之类的问题的这么一个煞。那你每个走进荔湾广场的人，他都会经过这个剪刀的下方，而且呢，它是交叉状的，它有很多把剪刀同时剪向你。所以说呢，从风水上来讲，它有一个叫凶上加凶的这么一个问题。所以这块是一进门的一个问题啊。咱们再走进去看一看，然后呢，我们就开始下楼了。那么下楼，咱们大家镜头往上看，它是一个拱顶啊。那在什么样的建筑当中才会出现拱顶呢？首先只有2点，一个是教堂啊，它有可能会出现拱顶、穹顶这么一个情况，是叫宗教场所；还有一个地方呢，它就是叫墓地啊。那很多地宫、很多坟墓的配置，它也是一个拱顶，形如棺材状。所以说，在我们阳宅的风水当中呢，其实很少要用拱形的这么一个设计。那拱形呢，也通常来说是伤灾的，但是这个东西呢，也是作为一个小插曲，并不主要。在入口向下的这个楼梯当中呢，商场的主设计的这种入口是向下延伸的楼梯，虽然它有聚财聚气的功效，但是在风水学中呢，这也为阴宅坟墓的一个特征，引导阴气汇聚。那么还有上头的玻璃拱顶啊，形如棺盖，那中庭通道直通地下，形成穿心煞，导致气场的紊乱，财气的流失。还有一个靶心式的中庭，也就是咱们现在目前的正下方。那么地面放射状的花纹如飞镖靶盘，从高处俯瞰啊，易引发眩晕和坠入之感。轻生者呢，也常在此处跳楼。那这个呢，也从风水上讲叫靶心煞。还有一点呢，就是现在看它这个电梯，其实它的这个电梯呢是呈一个胶囊的形状，所以它在这个荔湾广场当中呢，它有很多的剪刀、胶囊，还有拱形，还有棺材形的这么一些设计。那这些东西呢，也是产生了形煞。那像形煞的话呢，也会导致一个身体健康、精神都会出现问题的这么一个问题。那像这个护栏的话呢，其实也是后期加固的，因为像这么低的护栏，你看它才到我胯的这个位置，其实像这么低的护栏，再加上下面的这么一个靶心煞，就非常让人产生这种跳楼的欲望。而且我在这儿一看呢，其实我就感觉这个平台啊，就像是一个跳板，而下面就是靶心，其实就很有这种想跳楼的欲望。那么现在呢，我们来到了荔湾广场的楼上，这边是穹顶，然后我发现别有洞天啊，这边还有一个流水的器械。那在我下罗盘之后呢，发现这个正处于荔湾广场的东北方向。那它的东北方向，如果从风水学的角度上来讲，叫什么呢？叫乾为天门，坤为地户，那艮为鬼门呢。那现在我站在拱顶的上方，然后再往上头一看，哇，4栋高楼啊！那这4栋高楼就对荔湾广场产生了压迫的这么一个情况。像这种压迫的格局，从现实意义上来讲，它压迫人的前程；但是从玄学方面讲呢，它要压抑人家的心理。别走这儿，别走这儿了。金玉其外，败絮其中。而且像它的这个墙壁这里呢，你看已经锈迹斑斑，已经坑坑洼洼了。这块呢也是退气的一个表现。其实像刚才的楼道里呢，有好多小孩子写的这种骂人的话呀，然后一看就什么
这个精神错乱写的。其实就像这种风水呢，不仅会影响成年人，更会影响小孩儿。因为小孩儿的话呢，他的六感味观呢，他的灵感、意识、第六感也会比一般人会好。所以在这块儿，刚才发现很多小孩写的这种非常奇怪的话语，什么一秒变异，其实这些东西，它是小孩子受到精神影响的一个很具象的一个体现。那么以上呢就是本期的所有内容了。这里是林鹤说频道实地风水考察的第1期。如果你喜欢本期的内容，可以多多分享、评论留言。我是林鹤，我们下期再见。这个不太好，外应不太好，别看这家了，别看这家了。